兰征进来，战维便对兰若若说道：“兰家主回来了，先不聊，我挂电话了。”好，我也快忙完，很快便能过去。两人结束了通话，战维起身将手机揣进了裤兜里，兰征也进前了。兰大哥，战维笑着和兰征打招呼。兰征回以微笑：“你是战家老七战维是吧？跟你大哥战印有点像。由于父辈长得像他们这些堂兄弟像父亲的话，就会有几分相似。”战维笑着：“我们兄弟几个的轮廓是有点像，毕竟是兄弟嘛，同一个爷爷奶奶的，还是很亲近的堂兄弟。”两个人握了握手，兰征请着战维坐下，他则是脱下了黑色的西装外套，随手递给许素素。许素素接过他的外套，起身便走开。片刻，许素素回来，还给丈夫倒了一杯温开水。老公，你和七少聊聊，我去吩咐一下厨房多做几道菜，今晚留七少和兰家的大小姐吃饭，大小姐等会儿就过来。兰征温和地嗯了一声，接过了那杯水后，又问了一下儿子呢？在外面疯吧，反正没有出门。放个暑假，儿子就没有一天是好好的待在屋里的，天天都在院子里寻宝。他也是个能玩的，哪怕就他自己一个人，他也能自娱自乐，玩得不亦乐乎的。兰征和许素素的儿子现在才4岁，上了2年幼儿园，瞧着很安静，却是个鬼精灵的小家伙，很具有欺骗性。许素素自嘲儿子随了他吧，外表看着很好欺负的样子，实际上是个心黑的属芝麻馅呢。兰征嗯着，随他自己玩得开心就行，在屋里又吵闹。如今的兰家庄园安全系统极好，儿子只在自家庄园里玩，兰征一点都不担心，到处都有监控，也有人明着暗里保护儿子。比起他小时候，兰家庄园好了10倍都不止。叔叔们又被分了家，全都搬离了庄园，那些人未经过允许是不能再自由出入庄园了。兰征有堂弟妹们，不过由于上一辈的权力纷争，导致他和堂弟妹们关系不好，他也防着他们。如今2房3房的儿女被兰征压制得死死的。许素素走开了，兰征喝了半杯水后，放下水杯才望着战维，笑问：“七少怎么会来望城？是你们战士准备在我们望城投资吗？”“不是，我陪女朋友来望城出差的。”兰征挑了一下眉，问他：“你的女朋友是阳城兰家的大小姐？”战维老实的点头，严格来说，若若还不算我的女朋友，我是正在追求她当中。她要来望城出差，我就厚着脸皮跟着她过来。来了后，她马不停蹄地投入紧张的工作中，我又帮不上忙，就先来拜访一下兰大哥。兰征饶有兴趣地道：“你和兰若若不是生意上的死对头吗？”他接到老婆的电话，说管城的战家七少爷过来拜访。兰征就让人紧急地调查了一下战维的近况，知道战维是在阳城，与兰若若是死对头，怎么说也是年亲带故的，他也不好往深了调查。目前就只知道这些阳城人都知道的，是生意上的死对头，生活上又没有深仇大恨，是可以改变关系的。战维笑道：“事实上，我很欣赏若若，若若也很欣赏我，我们俩只要不谈生意上的事，就是惜彼此欣赏，难得遇到一个这么适合我的。我不想放弃，我们阳泰也在寻求转型中，商场是没有永远的敌人的。”兰征理解地道：“你们战家的男人都很专情，兰大小姐让你陪着她过来出差，想必是接受了你的，到时候结婚了，记得给我送份请帖，我去讨杯喜酒喝，那是自然的。等我和若若办婚礼时，一定给兰大哥送份请帖。我妹妹一家人现在在你们家吧？我听她说先去悠悠山庄住上几天再过来。对于妹妹在孩子们放暑假后，先带孩子们去战家，而不是回娘家，兰征并没有生气。我听大哥说是的，我长期留在阳城上班，逢年过节才会回去。你们战家人丁兴旺，
孩子多，如同一个幼儿园一样。到了放假，大家都喜欢把孩子往你们山庄里送，吃好睡好玩好又安全。由山庄那么大，工人也多，山庄的围墙高，小朋友们是跑不出去的。再说了，山脚下那些地以及附近的几座山头都是占家的，那么多工人在山脚下上班，只要小朋友独自跑下山，就会被人发现。山脚下还有值班的保安，要经过值班保安那里才能上山的。兰征说道，我们两家距离太远了，要是离得近，我都会将我家小子送去，让战奶奶帮我照，看着小子能跟着他老人家几年，也能学到不少东西。战老夫人会培养孩子，在他们这些豪门大族里，那是出了名的。兰征说的也是实话，望城离管城太远了，坐飞机都要好几个小时。战维笑道，暑假时间长，兰大哥信得过我家里的长辈，是可以将孩子送过去的。现在的确是一般的小朋友聚在山庄里，正好晴姐一家人也在那里。兰大哥送孩子过去，孩子也有熟识的人，适应得快。兰征说道，我家小子非常随遇而安，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，他都能适应，适应能力是很强的。别看他小小年纪的，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了。儿子以后是接班人，从小就要好好培养。父母长期在外面周游世界，也就是素素怀孕期间，父母在家里老实的待了1年多，等到他儿子满3个月后，父母又跑了。兰征现在挺羡慕父母的，晚年生活是真好，潇潇洒洒到处玩，结交朋友。他常对素素说，以后他们退休了，也学父母那样周游世界去，只要好好的培养接班人，让接班人早点接班，他们就可以退休了。战维夸赞地道，那样的孩子好呀，我都怀疑兰大哥在炫耀你家小子了。我那些侄儿稍大点的像宝宝，紧抻兄弟俩才能生活自理，那几个小的还需要保姆照顾的。做了父母的人被人夸赞自己的孩子，比夸赞他们还要开心。兰征笑道，你那些侄儿都还小，我家小子不小的了，周岁是4岁，虚岁是5岁，上了2年的幼儿园，学会了很多事情。他经常回家里跟我们说，老师说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他能做的就自己做，自己做不了的就请求我们帮忙。现在那小子在外面玩，等他玩累了回来再叫他和你打招呼。战维笑道，没事，让他玩，童年就是要玩得开心，将来回忆起童年就会觉得好快乐。上幼儿园期间不必给孩子们报太多的兴趣班，我几个嫂子虽然也会给孩子们报兴趣班，但都是让孩子们自己选择1、2项自己喜欢的报名，不会报太多。是这样，我们也是这样子。兰征和战维2个，一个是当爸的人，一个连老婆都还没有，却在聊育儿经。战维虽说还是个单身狗，但他家里侄儿女已经有了8个，他很疼侄儿女们，只要回到家里都会帮忙带娃，多少也积累了一点育儿经验，倒是聊得来，2个人对培养孩子的想法差不多一样，相谈甚欢。许素素端着2碟子切好的水果过来，放在茶几上，她跟着在丈夫的身边坐下，浅笑地问，你们俩在聊什么？聊得那么投入。她很少看到自家男人和别人相谈极欢的。由于成长环境的原因，兰征对谁都带着防备之心，轻易不敢与人交心，除非谈生意闲聊的话，他是鲜少能和别人聊得这么开心的。战维笑道，我们在聊带娃的事，我跟兰大哥取经，等我以后当了爸爸，就懂得怎么带娃培养孩子了。许素素失笑，聊孩子呀，难为你能陪着兰征聊这么长时间了。战维未婚未育呢，居然也和丈夫聊育儿经，要不是了解战家的儿郎，许素素都要怀疑战维是刻意陪着自家男人聊孩子的。我挺喜欢聊孩子的呀，我很喜欢小朋友的。
家里侄儿女7、8个，我都很喜欢他们的。只要我回了家，小家伙们都会围过来，七叔长七叔短的抱着他们，我就像拥有了全世界似的。他以后结了婚，也想生2个孩子，那样孩子有伴，家里也更热闹一点。主要是想儿女双全。以前吧，他们知道都是生儿子的命，觉得反正都是生儿子的，就生1个可以了，不必拼2胎。在大哥大嫂2胎生了贝贝后，打破了他们战家和尚庙的惯例，战伟等人重新燃起了生女儿的希望。虽说目前他那几个已婚的兄长们，除了大哥大嫂生了2胎，其他还没有拼2胎，战伟却知道几位兄嫂早晚会拼2胎的。谁不想儿女双全？况且他们家就稀罕女儿，贝贝多可爱啊，白白嫩嫩的，五官精致，眼睛乌黑明亮，漂亮极了。战伟每次看到小侄女都很想咬一口，当然只敢想一想，不敢真的咬。真咬一口，贝贝哭了，他会挨揍的。以后贝贝也不要他这个七叔抱，那样太得不偿失了。许素素说道：“你兰大哥也是很喜欢小朋友的，他呀最是疼爱他的儿子，我这个当妈的都自叹不如。”兰征和穆晴虽说是孪生兄妹，卞穆晴在6个月大就被坏人抱走了，兰征孤独的长大，20几年后才找回亲妹妹。兄妹俩早就错过了一起成长的岁月，他小时候孤单，就不想让儿子那么孤独，已经跟爱妻商量着备孕2胎的事，再生1个孩子，不论儿女都可以让儿子有个伴。战维笑自己的孩子自是疼爱的。战维吃点水果。许素素招呼着战维吃水果，他又说道：“等会儿就吃饭了，我就不拿点心了，怕你吃了点心，晚饭吃不下。”战维吃了点水果，他不太喜欢甜食，让他吃也能吃，不给他吃也无所谓的那种。大家闲聊了一会儿，兰若若便到了。听到管家说兰大小姐到了，战维起身对兰征夫妻俩说道：“兰大哥，嫂子，我出去接若若就行。”“那就麻烦你了。”许素素理解战维的热切，看得出来战维很喜欢兰若若。等战维出去后，许素素结兰征说道：“战维和兰大小姐之前不是生意上的死对头吗？死对头又如何？只要他们俩看对了眼，都爱上了对方，死对头根本算不得什么，拦不住2颗心的靠近。用战维的话说，他们只是生意上的对头，竞争对手而已，又没有血海深仇。他们能合作，也能转型。公司转型了，就不是生意上的对手，不就可以在一起了？只要他们真心相爱，哪怕有一座大山横在他们中间，他们也能将那座大山搬走的。”许素素想想觉得也对，便笑，他们兄弟娶的老婆几乎都是外省外市的，而且选的都是个大城市豪门大族，战家的孙媳妇就没有一个是简单的。兰征默了默后才说道：“战家能在管城屹立不倒，靠的就是家和万事兴，他们家的家风极好，跟晴晴的婆家差不多。战奶奶以前到处挑孙媳妇，好女孩都被他老人家挑走了，也是他的孙儿足够优秀，才能拿下他老人家早就看中的孙媳妇。”许素素说道：“战奶奶是我师傅都夸赞过的人，自是有眼光，厉害得很。老公，要不咱们也带孩子去一趟悠悠山庄吧？晴晴他们现在那里，你和战家大少爷也算是认识的，过去凑凑热闹也不算太突兀。战印和海童办婚礼时，咱俩还过去参加婚礼，喝了喜酒的呢。”兰征和战印来往不算密切，属于点头之交，只要是距离太远，生意上又没有交集，给他们牵线认识的是叶君博，他们俩都是给叶君博夫妻俩的面子。兰征想了想后说道：“你想去，那明天就去，在那里玩几天，然后和晴晴一家人一起回来。”妹妹一家子从悠悠山庄出来后，
是计划回望城的娘家的，正好一起回来，